我竟然真的共享了这条蛇的视角。他看到我了，却没攻击我。难道他能按照我的意愿行事？帮我抓住那只兔子。真的可以啊！好几天没打到猎物了，好不容易遇到只兔子，可不能轻易放过。糟了，这山里哪来的大蛇啊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能看到两个视角啊？另一个好像是那条蛇的视角。难道说我被蛇咬了之后，和那条蛇互通了五感，共享了蛇的视野？我竟然真的共享了这条蛇的视角。他看到我了，却没攻击我。难道他能按照我的意愿行事？帮我抓住那只兔子。真的可以啊！谢谢你啊，帮我抓到这兔子。他好像是在等我安排任务。哦，那你今天晚上你再去山里看看，看有没有别的猎物或者珍贵的草药什么的。没想到一朝被蛇咬，竟然让我多出了一个能帮我赶山的分身。以后我就能指挥他帮我找山里面的奇珍异宝，那我好日子不来了吗？哎呀，也不知道我的大蛇分身到底能给我找来什么样的山货。这可是人参啊！哎，这看起来得有10年了吧？一定能值不少银子。大蛇，你今晚可一定要将这株人参给守住啊！我明天一早就去采了它。哼，哎呦，果然是10年野人参啊！有了这人参，我就能去城里换钱，填饱肚子了。大蛇，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人参，以后你帮我赶山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今天一共挖了3株野人参，我留下1株给娘熬药，剩下2株拿到城里卖钱。哼，大蛇，你在这山上继续帮我搜寻山货，等我回来一定好好犒劳你。娘，这是我给你煲的人参汤，您喝了有利于气血恢复，身体很快就会好的。怀儿，这好东西娘喝浪费了，你喝吧，看你累的，娘心疼啊。哎呀，娘，这人参虽然贵重，但您的身体才是更要紧的。哎，娘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自己咋样都行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带您过上好日子。伙计，我这儿有2株野人参，年份都是10几年的，品相也好，不知道贵店收不收啊？这位小兄弟，我是这儿的掌柜，
来这边请，来，坐下，来。哦，哎呀，小兄弟，你这人参确实有年头了呀。不过我们仁济堂收获可讲究一个品质啊。你这人参虽然不错，但是还不够完美呀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跑了这么远也不容易，我就好心收了吧。我出2两银子，怎么样？2两银子？哎，啊，对，掌柜的，您再加点吧。再加1两，可以了吧？3两银子也不少了。那我……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10年的野人参，这位小兄弟，可是十分罕见的珍货，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是？在下李不才。平日里专为城里的一些达官贵人搜寻些稀有山货，你这2株野人参色泽光鲜，在下愿意出50两买下。50两？在下愿意出50两买下。50两？不知你意下如何？50两？我本以为这2株人参能卖个2、3两都不错了，没想到竟然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。李不才，刚才这小子本来我3两银子就收了，你不要在这扰乱行情啊！我说刘老板，你自己不愿按正常的市场价格来买，反而怪我出价高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？这位公子，您方才说50两买我这2株野人参，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在下从不打诳语。这2株野人参若是献给城中某些喜好养生的贵人，价值恐怕要翻上好几番呢。50两银子能让我家里的日子宽裕不少，甚至可以为娘买些更好的药材。只是这李公子如此爽快，莫非另有深意？李公子，那我这2株野人参便卖给您了。哟，小兄弟果然爽快，以后再有什么山货都可以来找在下，价格方面包您满意。这是50两银子，还请您收下。原来他是想要跟我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，这样也好，毕竟这位李公子看起来可比这位刘掌柜要诚实多了。慢着！慢着！李公子今天是铁了心跟老夫作对，那老夫就出51两。刘掌柜，刚才你可是只愿意出3两银子，打算坑我一把的。现在有人愿意出高价，您又要往上抬高价格，您这种行为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不是我，李公子，既然您诚心要买，那我这2株野人参便卖给您了。哎呦，小兄弟果然是明白人，日后若有需要尽管来找在下。哎呀，多亏了大蛇帮我找到了3株野人参，我才能赚到这50两银子。一会儿回村啊，我就拿着钱给大蛇买鸡吃，好好犒劳他一下。大蛇发现了猎物，这次是2头野猪，我得快些回家拿弓箭，一举抓住他们。看来大蛇一直在帮我盯着这2头野猪。射中了！这头野猪被惊到了，我必须速战速决。今天手气真好。大蛇，今天幸好有你帮助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可解决不了这2头猪。那只就给你留下当晚饭了。
瞧把你高兴的。嘿嘿，你先享用这只野猪，我把这只野猪处理一下啊。这野猪看着得有400-500斤吧，我一个人怎么拖过去啊？是人的脚步声，不是蛇的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哎呀，裴大哥呀，哎，你来这深山干嘛呀？这平时没什么人来的。哎呀，我家那口子生病了，缺少一味草药，我只能到深山来找找看。哎，倒是你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对付这么大一头野猪啊？哎呦，也是运气好，我不想着把它拿回去给家里卖钱嘛，可没想到这家伙太重了，我实在拖不动。这看起来得有400多斤呢，确实不容易搬动。哎，不过咱们两家离得近，要是咱俩一起动手，兴许能给他运下山。裴大哥人好心善，和他搭伙没什么坏处，只是这大蛇还在这附近，万一让裴大哥瞧见了可怎么办？裴大哥，你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那万一咱俩搬的时候遇到猛兽怎么办啊？这件事儿交给我。这片山林我熟得很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那里没什么野兽。如果咱们抓紧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哎呀，那就麻烦裴大哥了。那你放心，这野猪处理完，我把肉分你一半。哎呀，不用。哎，裴大哥，我刚才听你说你要找草药，你找到没有啊？你要没有，我帮你一起找，毕竟今天帮我这么大忙了。哎呀，还真让你给猜对了。那味草药啊，特别的稀有，我到现在也没找见。哎，这草药叫什么名啊？这味药名叫紫灵芝，据说只能生长在这深山老林中，极为罕见。我家那口子病得不轻，大夫说只有这味药才能救他的命啊！哎，可是我找了好几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裴大哥两口子之前没少帮助我家，还在我娘生病的时候省下口粮给我娘买药。如今他遇到了困难，我得帮他一把。大蛇，能听到吗？帮我去找紫灵芝，我有急用。哎，裴大哥，喝水。哎，谢谢秦淮兄弟。哎，秦淮，你们从何处弄来这么大的野猪啊？娘，这是我今儿在山上刚打的，要不是遇见裴大哥呀，我还真没办法把它弄回来呢。大娘，您儿子真是太厉害了，一个人就射杀了这么大的野猪，我也就是帮了点小忙。哎，小裴，你也辛苦了，来进屋坐那歇会儿。哎呀，大娘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我夫人还等着我找药材呢。秦淮兄弟，您刚刚在路上说帮忙找紫灵芝的事。裴大哥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我身上。我有个法子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紫灵芝。这样，您啊，先回去照顾嫂子，在家等我消息啊。好，秦淮兄弟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，那这个恩情我能记一辈子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告辞。走了。哎，慢走啊。哎呀，秦淮啊，你真有把握找到那稀有的紫灵芝啊？哎，你可别一时兴起，答应小裴最后却办不到，让小裴空欢喜一场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我上次给您的钱袋子，您可有放在安全的地方？谢谢，嘘，别那么大声。哎呀，秦淮，我看那钱袋子里有50两银子。你该不会是……娘，你不会觉得我是偷的吧？哎呀，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，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孩子。可是，娘，那2株人参本来就值钱，这钱来得干干净净。那是城里的李公子和那个济世堂的刘掌柜，他们2个都想要，一争一抢，那价格就抬上去了。那即便如此啊，你也莫要太过招摇啊！如今啊是旱年，咱们村人人都吃不饱。哎，咱把那钱攒起来，等日后你娶妻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啊！娘，你身子骨不好，
这钱自然是要先给您买药用的。我娶妻这事儿真不着急啊！你这孩子，你总是为娘着想，你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啊！娘倒是希望啊，你能早日成家立业。再说这山里日子苦，你总不能一直守着娘过活吧？娘，这么多年若不是有您撑着这个家，我早在山里饿死了。娶妻的事儿真不急，咱们呀，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长大了，懂得为娘分忧，娘感到既欣慰又心疼。如今世道艰难，你今日能猎到野猪，又赚到了银子，娘替你高兴，但是又怕你过于劳累，伤了身子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而且今日猎到的野猪，我打算分一半肉，明日送去裴大哥家。毕竟人家今天好心帮我送回来。是。送肉的时候也要注意隐蔽，别让村里人看见，觉得咱们是在炫耀啊。好，娘，你放心。好，那我就给你做饭去啊。哎呀，这都2天了，这大师怎么还没有紫灵芝的消息？该不会白石山上没有紫灵芝吧？原来紫灵芝长在这么隐蔽的地方，难怪大蛇和裴大哥找了这么久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挖紫灵芝，顺便再带上那半扇野猪肉，一并送去裴家，便算是兑现承诺了。大蛇，你真是帮了大忙了。这紫灵芝果然非同一般，居然长在这种隐秘的地方。紫灵芝虽然找到了，可洞穴这么狭窄，我该怎么进去挖呀？如果能把这些石头挪开一些，或许能让我勉强钻进去。没想到洞的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，而且此处通水，又有泥土落叶，或许除了紫灵芝，还会有其他的奇珍异宝。不过我还是先把这5株紫灵芝挖出来，再继续往洞穴深处搜寻吧。嘿。不愧是稀有的药材，连根部都透着灵气。这5株紫灵芝不仅关系到裴大哥夫人的性命，还有可能成为改变我和母亲生活的重要契机，我绝对不能失误。难道这里面还有别人？我怎么听着像是黄鼠狼的声音？这黄鼠狼太滑溜了，定是早已摸清洞穴里的构造。大蛇虽快，竟也追不上它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假装撤离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果然胜够了。大蛇，现在！哎呀，这洞穴深处或许还有其他珍稀药材，但今日时间紧迫，必须尽快把紫灵芝送到裴大哥家。况且刚才的动静
可能已经惊动了附近的猛兽，不宜久留，待过些日子再来吧。哎，慢着点啊！哎，肥大哥，青怀兄弟，来了啊！肥大哥、嫂子，我承诺要给你们家分一半猪肉。嗨，我方才把肉拉过来了，此刻就放在院子里。哎呦，青怀兄弟，眼下这灾年，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你能猎到野猪已是难得。唉，你现在还分给我们一半，我们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是啊，青怀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这肉太贵重，你还是拿回去给你娘补身体吧。哎呦，嫂子，您别这么说，若不是裴大哥帮忙，我也未必能把野猪顺利带回家。更何况您如今身子也不好，也是需要补一补的。再说了，邻里之间本就该互相照应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便多谢青怀兄弟了。裴大哥客气了。另外，我今日来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紫灵芝。莫非，青怀兄弟，你找到了紫灵芝？啊，青怀兄弟，这真是紫灵芝啊！哎呀，你从何处寻得的？哎，裴大哥放心，这紫灵芝千真万确。我昨日进山时，偶然发现了一处隐秘洞穴，里面长着几株紫灵芝，只是那地方有些难寻，还险些遇到黄鼠狼偷袭。不过好在我还算擅长狩猎，已将那黄鼠狼给解决了。哎呀，这青怀兄弟之前连400斤的野猪都能降服，如今区一个黄鼠狼，自然不在话下。青怀呀，这紫灵芝如此珍贵，你却愿意拿出来救我的性命，我们夫妻2人该如何报答你呀？哎呀，嫂子严重了！我娘一直教导我，做人要懂得感恩，不能只顾自己。您就当我是在还裴大哥的恩情吧。青怀兄弟，你的恩情我们记下了，日后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们绝无二话。裴大哥，快别这么说，咱们还是先想着怎么把嫂子的病治好才是正经事。这紫灵芝虽然找到了，但还需要熬制药汤才能发挥最大功效。我已经请教过村里的老郎中，他教了我一些方法，待会儿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青怀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这世上多些像你这样的人，就不会有这么多苦难了。哎呀，嫂子，只要您安心把病养好，不管是再大的苦难，也总会熬过去的。娘，喝点水，早点休息。好。对了，秦淮啊，那小裴夫人的病如何了？哎呀，娘，你放心吧，裴嫂子吃了我给她的紫灵芝，那气色好转了很多呢。哎呀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过秦淮啊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别光顾着上山打猎赚钱，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。哎，娘，打住啊，千万别往下说了。你又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肯定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呀，你肯定要说，哎呀，你快点娶妻生子吧。可这事儿讲究缘分，这急不得。而且啊，娘，日后等我发大财，声名远扬，那皇城的公主我也照样能娶。哎，你这孩子净说那大话，那皇城的公主是你能娶的？哎呀，如今有了大蛇相助，赚钱不是问题，娶公主也并非完全是痴人说梦。可这话也只是为了哄娘开心，娶妻哪有赚钱快乐？哼！一定是大蛇又发现了好东西了。大蛇，我都找了一上午了，都没找到你昨晚上我看的那株草药。你确定那株草药就在这附近？你确定那株草药在这里面？
我记得昨晚我看到那株草药在悬崖边啊。洞穴深处不仅有落叶，还有水，说明此处应该是径直通向某处瀑布河流。莫非这洞穴的另一端便是瀑布悬崖？所以我昨晚才会看到那株草药盛开在悬崖边。此处附近一定有水流。没想到这洞穴竟有如此奇妙的构造。听着声音，应该快接近瀑布了。看来我的猜测没有错。哼，但愿别再像上次一样遇到半路打劫的黄鼠狼了。哼。没想到这另一个出口的景色竟然别有洞天啊！通体白色，宽卵形草药，难道昨天晚上看到那株草药竟然是百年难遇的雪莲花？竟然长在如此险峻的地方，难怪大师会特意提醒我。哎呀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珍稀药材，要是采到的话，定能卖出个好价钱。哎。此路险峻，不过为了雪莲花，冒点危险也是值得的。这大蛇怎么突然发狂了？不好，有鹰！太好了，是中了！雪莲如此珍贵，一定得小心采摘，不能损坏它的根茎，不然药效就会大打折扣。这里的岩壁还算稳固，应该可以支撑我的重量。成功了！今天收获颇丰，不仅找到了雪莲花，还猎到了一只鹰。不过现在天快黑了，还是先回家吧，明日再去城里卖草药卖肉。娘，我呀，一会儿得去城里卖猪肉，您在家里等我回来啊。好，那你安心的去吧，啊。又是你啊，沈金怀！今日带了多少货？不多，就200斤猪肉而已。行，进去吧。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要的是野猪肉，不是那些喂养的肥猪。你们到底懂不懂规矩？东家，咱们已经尽力找了，可是最近山里不太平，没人敢深入捕猎呀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再这样下去，我的生意全毁了。哎呀，掌柜的，您想要的野猪肉我这里有。啊，你有野猪肉？快让我瞧瞧。掌柜的，您看看这肉质可是上等的野猪肉，我已经拔毛处理过了，肉还带着山林的气息呢。确实是野猪肉，而且还是新鲜货。小伙子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掌柜的，这来源嘛，您就别问了，
你只需要知道我以后还能给您供货便是。只要你能保证货源稳定，价钱好说。来，摆下来。小伙子，你这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！以后有这样的货，记得来找我。那是自然，掌柜为人爽快，我也愿意与您长久往来。不过今日这肉能否请您先结账？实在是我家中生病的娘急需用钱。没问题，一共是6两银子。虽然野猪肉没珍稀草药卖的价高，但这位掌柜并没有像刘掌柜当时一样刻意压价，以后大可与他长期合作，将猎来的野猪全都卖给他。还有雪莲花和紫灵芝得卖，可是我该去何处找李不才呢？哎，掌柜的，不知您可认识一位叫李不才的公子？李不才，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，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呦，掌柜的，那位李公子据说是一位药材行家，我想将一些药材卖给他，却只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忘了问他家在何处。哦，哎呦，好久不见啊！小兄弟，还记得我不？哎呦，李公子，我正要找您呢。好久不见，请。吕公子，这位姑娘，莫非就是你幕后的贵人？小兄弟猜的没错，此乃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女儿，玉离公主殿下。草民不知道是公主殿下，多有冒犯，请公主殿下恕罪。不必拘礼，本公主听李不才曾多次提起你，说你是个相貌俊朗、性子有趣的人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主过誉了，草民只是个山野村夫，能和公主殿下交谈几句，已是草民的荣幸。沈公子，公主殿下急需一味药材为圣上治病，听李公子说你有许多珍贵草药，公主殿下这才托李公子许你前来。不知沈公子手上可有一味名为雪莲花的草药？这么巧，我昨日才摘得雪莲花，今日公主殿下便要买，真是老天都在帮我发财啊！回禀公主殿下，草民确实有一株雪莲花，只是不知是否符合殿下的需求。公主殿下竟然这么美，真是此物。父王的病全靠它了。沈公子，你开个价吧。玉离公主如此看重雪莲花，那这株雪莲花的价值势必远超我之前的预期。但与皇室做交易，诚信还是最为重要的。回禀公主，此株雪莲花乃是草民冒着生命危险才采到的，原本想卖个好价钱补贴家用，但既然是为了圣上的龙体安康，草民愿意以成本价出售。公主，难得你有这份诚意。小翠，那就赏沈公子黄金100两吧。多谢公主殿下，草民这里还有4株紫灵芝，愿一并送给殿下，望殿下食之，颜若春堂初绽，岁岁华光不减。沈公子仁厚，这份心意本公主便收下了。只是本公主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沈公子可愿相助？公主殿下尽管吩咐，无论何事，草民定竭尽全力。公主殿下尽管吩咐，无论何事，草民定竭尽全力。沈公子，圣上60大寿将至，公主殿下希望你能在半个月内寻找到100斤野生蜂蜜，以便殿下亲手制作金贵蜂膏，作为寿礼献给圣上。搜集100斤野生蜂蜜并非易事，但公主殿下既然肯将此事托付于我，那便代表公主殿下是信任我的，我不能辜负殿下的期望。回禀公主殿下，草民一定竭尽全力寻找野蜂蜜，
并在半个月期限内完成。那就有劳沈公子了，本公主相信你的能力。沈公子，这蜂蜜须得是深山老林中的野生蜂蜜，时间紧迫，您如今可有什么计划？草民打算先去家宅所在的白石山附近探查一番，若找寻到了蜂蜜，草民再来拜会公主殿下。此物是本公主的信物，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困难，可寻求当地的官员帮助。啊，多谢公主信任，草民定竭尽全力。哎呀，今天运气真好，在玉离公主那儿用一株雪莲花换了100两黄金，有了这些钱，便可以在城中购置一处宅子让娘搬过来住。可娘自小在白石山村长大，会愿意搬来人生地不熟的都城吗？这么多蝗虫，看来白石山附近的虫灾越来越严重了。这次来，我在城里买了些专门对付蝗虫的药水，但愿能有用吧。大蛇，你帮我去找一些蜂巢，我需要100斤蜂蜜。大蛇，你帮我去找一些蜂巢，我需要100斤蜂蜜。这些逃窜的蝗虫是往村子庄稼地里飞的，不行，我得回去告诉乡亲们。裴大哥，哎，清怀兄弟啊。裴大哥，我刚才在山上看到蝗虫了，正往咱们庄稼地飞呢。什么？蝗虫又来了啊！那庄稼地里的那点粮食，可是咱们老百姓的命根啊！裴大哥，此事刻不容缓，我觉得得赶紧召集村民们，大家商讨一下，提前做好防备。如果等到蝗虫压境时再做防范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村民。不过这事儿得让村长知道，那村长毕竟是咱们村的主事人呢。哎呦，沈家小子也在呢。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这么着急忙慌的。你们两个聊什么呢？这么着急忙慌的。哎，村长，清怀兄弟说他在山上看到了蝗虫，正朝咱庄稼地里飞呢。这个事儿得重视起来呀。蝗虫，咱们村子前几个月刚遭完虫灾。这蝗虫也不是月月都有的，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村长，我真看见蝗虫了，一大群呢。如果咱们不提前准备，庄稼可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就是见识少，这蝗虫哪能说来就来？再说了，咱们村子刚缓过劲儿来，也别再提这事儿了啊。哎，畅快！哎呀，村长，清怀兄弟也是为了村子好，要不咱先听听他的想法？听什么听？老夫当村长这么多年，还能不知道轻重吗？啊！行了，别再提这事儿了啊！可是村长，没什么可是的，你一个晚辈，老在这儿质疑长辈。像话吗？啊！你一个晚辈，老在这儿质疑长辈，像话吗？啊！哎呀，清怀兄弟，要不你先低一下头，村长毕竟是长辈，你要是真把他惹火了，到时候再让村长犯了心急，就不好收场了。裴大哥的话在理，若是真与村长闹僵了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还可能让局面更加复杂。是，村长教训的是。哦，这就对了嘛！来，喝口酒消消气。年轻人要懂得尊敬长辈。虽然暂时压下了争执，但蝗虫的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无论如何，
我得想办法保护村子里的庄稼。清怀兄弟，我看你刚从山上下来，想必也已经累了，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啊？这个事儿，咱们以后详谈啊。啊，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裴大哥，村长，告辞。你在这发什么呆呢？连饭都不吃了？这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在这发什么呆呢？连饭都不吃了？这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娘，我今天跟裴大哥聊起虫灾的事儿，可村长觉得我在小题大做，他不以为然。可是我的心里总是不安，我是真怕这个蝗虫再次毁了我们的庄稼。你的担心，娘能理解。你打小就细心，你不是那无缘无故就操心的孩子。可村长他毕竟是长辈，他的经验比较丰富，或许他有他自己的考量呢。娘，如果这次真的是虫灾，那等他来了，咱们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。如果他们真的来了，咱们庄稼不仅会被毁坏，大家伙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艰难。你的担心是对的，可是眼下全村人都听村长的，现在凭你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什么。那便放着不管吗？好孩子，娘知道你心善，可是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了。好，娘，我知道了。又是一群虫子，该不会还是蝗虫吧？还是上山先看看。又是一群虫子，该不会还是蝗虫吧？还是上山先看看。难道他们不是蝗虫？原来是黑蜂啊！看来我的分身大蛇是找到蜂巢了。有了大蛇吸引这群黑蜂的注意力，我就有机会找蜂巢了。大蛇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我都找了半天了，怎么还没找到蜂巢啊？那按理说，这蜂群在这附近，这蜂巢一定也在这附近啊！找到了！不好，是只虎头蜂！不行，这虎头蜂太狡猾了，我得想办法分散它的注意力。大蛇，赶紧过来帮忙！不好，蜂群也引过来了！有我分身大蛇在，看你怎么嚣张！这虎头蜂一死，黑蜂们也就失去了主心骨，自然不敢继续做了。这虎头蜂一死，黑蜂们也就失去了主心骨，自然不敢继续做了。这充其量也才5斤。大蛇，我还差95斤才能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，麻烦你帮我找找啊！距离向公主殿下交付100斤蜂蜜的事儿，只剩最后1日，可现在还剩下20斤野生蜂蜜没凑够，大蛇也一直没消息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清怀兄弟，你在家吗？好像是裴大哥的声音。哎，裴大哥，香草子，快坐快坐，来坐。哎，裴大哥，姜嫂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清淮兄弟，这是我夫人前段时间回家报平安的时候，特意给你带来的补品，你可一定要收下呀。补品？是啊，清淮，上次啊，多亏你帮忙找到紫灵芝，治好了我的病，我呀一直想亲自登门向你致谢。清淮，这桶里装的是上好的野生蜂蜜，足足有30斤呢。清淮，这桶里装的是上好的野生蜂蜜，足足有30斤呢。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裴大哥和江嫂子竟然送了我30斤蜂蜜！哎呀，裴大哥、嫂子，多谢你们给我送过来的蜂蜜，我娘有了这蜂蜜呀，身子骨肯定好得更快了。这样，你二位啊，今天就留家中吃饭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哎呀，清淮兄弟，我们就不留了，我还是担心这地里蝗虫的事儿啊。我想在庄稼地里一直守着，等这蝗虫真来了呀，我也好提前应对呀。哎呀，裴大哥，整个村子姓我的也就您了。清淮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你也别忘了吃饭啊。行，清淮兄弟，我们先走了。路上慢点啊。走了。有了这30斤蜂蜜，不仅能完成公主殿下的任务，还能留下时间给娘补补身子。娘，蜂糕做好了，您尝尝。儿啊，你这蜂糕做的比娘以前做的还要好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娘，我就按照您教那方子多试了几次。哎呀，其实我做蜂糕啊，也就是为了让您尝尝新口味，补补身子。清淮，你太懂事了。不过，你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，要注意休息啊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对了，我呀得去城里一趟，把剩下的蜂蜜都给卖了。咱家也不求大富大贵，你赚的那些钱足够我们下半辈子的生活了，别太拼命了。行，娘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那您路上注意着点啊。草民拜见公主殿下。沈公子不必多礼。谢公主殿下。沈公子，你为本公主半个月之内寻起100斤蜂蜜，实现了你自己的诺言，本公主也该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如何？去把赏赐拿来。是，殿下。沈公子这是作何？难道是觉得本公主的赏赐不合心意？难道是觉得本公主的赏赐不合心意？草民不敢，能为公主殿下办事是草民的荣幸，只是公主殿下的赏赐过于厚重，草民受之有愧。野蜂蜜难得，你如此重视本公主的诺言，孤身一人便能寻得这么多野蜂蜜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沈公子不必惶恐，况且本公主觉得与沈公子甚是有缘，就当是交下你这个朋友了，也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不，能跟公主殿下做朋友，是草民的荣幸。好了，不吓你了。本公主听礼部才说了你家里的情况，所以想多加些赏赐。如此一来，你便不用为家里的生计发愁，只需专心为本公主办事便可。这些赏赐，你就安心收下，便当是本公主交下你这个朋友。谢公主殿下。我与公主殿下仅有过2面之缘，殿下今日便赏了我这么多金锭，甚至将御赐的玉如意也一并送给了我。殿下此举究竟是何意？清淮，这些金锭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最近一直去城里，该不会是……这些金锭
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最近一直去城里，该不会是……哎呦，娘，你放心吧，啊，这些都是玉离公主赏赐给我的，我帮她寻齐了100斤蜂蜜，她就给了我这么多赏赐，还有这对玉如意呢。玉离公主？啊？哎，那她为何要给你这么多金锭啊？难道是她看上你了？哎呦，娘，您快别乱猜了，那公主千金之躯，怎么会看上我这种乡野村夫呢？哎，也是。罢了，别讲这些了，我呢一会儿得把这金锭收起来，我先整理一下账目。别讲这些了，我呢一会儿得把这金锭收起来，我先整理一下账目。3株野人参卖了50两银子，这200斤野猪肉卖了6两银子，1株雪莲花是100两黄金，这200两金锭是给公主找蜂蜜的酬劳。哎，当然了，还有这价值连城的玉如意。哎，娘，咱现在有这么多钱了，您想没想过咱搬城里住去啊？秦淮，娘年纪大了，在咱们村啊也住得习惯了，娘就不跟着你来回折腾了啊。而且咱们村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咱们村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村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今日你不在，咱们村发生了虫灾，那蝗虫铺天盖地而来，所到之处，庄稼无一幸免。蝗虫果然来了，看来我当初的猜测没错。哎，娘，那村长有没有说什么解决之法呀？村长他今日午时在家中欲上吊谢罪啊！不过你裴大哥及时赶到，才把他救了下来。这不，村长现在在自家床榻上，整个人啊，憔悴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村长这是何必呢？那虫灾啊，并非一人之过，那是天灾所致。现在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帮村民们渡过难关，他自责有什么用啊？娘，我们去村长家看看吧。眼下，粮食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，我得想办法解决了啊！好，您赶紧把它收起来啊！村长，你醒了？清淮兄弟，你们来了。村长，这蝗虫侵袭乃是天灾，非你一人之过，以后切莫再做自尽这种傻事儿了。是啊，村长，这天灾谁也料不到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不，秦淮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全村的人呐。当初你说要我提防虫灾，我却觉得你是在危言耸听。如今害得大家颗粒无收，我罪该万死啊！哎呀，村长，这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，那我相信大家只要齐心协力，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嘛。秦淮，你如今可想到办法了？如今粮食短缺，我们呢也不能光等着外来救援，我们也要自救。咱们可以组织村民上山采集野果，挖掘草根，暂时充饥。我也会亲自带队上山打猎，教村民们如何狩猎与自保吗？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召集村民，咱们分头行动。
我也会去煮些粥，给大家补充体力。秦淮，娘也去帮忙，至少能为乡亲们做点热菜热饭什么的。好，感谢大家信任，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共度难关的。是啊，今天啊，我教你们用弓箭打猎。首先得熟悉弓箭的使用方法。放轻松。哎呦，裴大哥，你有天赋啊！用不了多久，你便能熟练掌握了。你教的好啊！来，刘大哥也试试。可以了。刘大哥，你呢？手臂力量太弱，先去练练手臂啊。秦淮呀，那我呢？村长啊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您就别玩这个了。我教你如何放置陷阱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沈金怀，听说你赚了不少钱啊，不如拿点钱出来给大伙分分，而不是在这儿装模作样的。我看啊，狐狸都没你虚伪。我努力挣钱，那自然是有我的用。我教大家使用弓箭和放置陷阱，那是为了让他们自食其力，不用靠借钱度日子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！你不如来点实际的，给大伙把钱分了，买点粮食，而不是藏着掖着，生怕别人知道。你不如来点实际的，给大伙把钱分了，买点粮食，而不是藏着掖着，生怕别人知道。有田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秦淮兄弟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，你倒好，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在这说风凉话。是啊，裴大哥说的对，秦淮的做法很对，我们就应该自食其力，不能每一次出问题就找秦淮兄弟借钱吧。哼，他的狩猎技术又没我好，你们只会拍马屁。哎，他要走就让他走，既然他对你有意见，那便由着他去。这里猛兽众多，等他遇到了凶兽，自然会过来找你。裴大哥，我是担心他撞见我的分身大蛇。这动静难道是野兔？谁？别鬼鬼祟祟的，给我出来！一定是沈金怀那死在搞鬼，我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蛇，只有大蛇！不好，他果然撞见我的分身大蛇了。秦淮，你去哪儿啊？大蛇，速速离开，别靠近马有天。我就知道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那条蠢蛇根本就追不上我。哎，有天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刚才秦淮担心你跑去找你了，你没看见他吗？我没见他呀，我可不需要他担心。我刚碰到条大蛇，可惜那条胆小的蛇看到我就跑了。我现在啊，就打算下山买些剑和雄黄酒，我要亲手宰了那条蛇。哎，有天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小队。你等秦淮回来了，听听他的意见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马有天天不怕地不怕，照样能到这里的头。我马有天天不怕地不怕，照样能到这里的头。万幸，马有田没有遇上别的猛兽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大英雄沈金怀吗？听大伙儿刚才说，你担心我去找我了，我怎么没见你啊？不会是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偷懒了吧？村长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些小野兽的踪迹，我带你们去试着抓一下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们自己会找。哎，有田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别在这没事找事啊！秦淮也是为了去帮你，你怎么能说这话？你们一个个都向着沈金怀是吧？我马有田才是这里最机灵的人，那条蛇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他怕我，我现在就宰了他去。他怕我，我现在就宰了他去。马有田，你说刚刚那条蛇怕你，可我怎么觉得某人刚刚怕是吓得连刀都拿不稳，撒腿就跑呢？
胡说八道！马有田，咱们都是一个村子里打猎的伙伴，可不要这样的。他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哎，蛇，这有蛇！看吧，我就说蛇没走远，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我去宰了他！大蛇，走啊！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。清怀兄弟，我怎么觉得这蛇认识你啊？清怀兄弟，我怎么觉得这蛇认识你啊？是啊，我看那蛇也没有伤害你的意思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你快说，你有什么秘密？那条蛇为什么会听你的话？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好说明白，但是我跟大家保证，那条蛇绝对不会伤害咱们村子里的人。别装神弄鬼了，我看啊，他就是和那条蛇串通好了，你就是把我们骗到山里，打算让我们成为那蛇的盘中餐是吧？有田，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刚刚清怀兄弟担心你去找你，现在你又把他弄伤，还在这胡说八道。谁稀罕他的保护呀？难道大蛇又回来了？不是大蛇，他不在这里，这里还有别的东西。谁在那鬼鬼祟祟的？快给我出来！马有田，你别叫了，一会儿惊到草里的东西怎么办？马小河，马小河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哥，我本来是想跟你说，咱家被狼盯上了，可后来我看见那条大蛇，我就被吓得呢，不敢动。你不早说，我们还以为那儿有什么东西呢。马小河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呀跟你去你家看看。竟然有4只狼，可是我只有1支弓箭，不能贸然行动。竟然有4只狼，可是我只有1支弓箭，不能贸然行动。走开！蝗虫刚毁了我家粮食，你们又看上我家的鸡，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老马，小何不是去找有田他们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不会被狼给吃了吧？胡说什么呀！小何不会有事的。走开！清怀兄弟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敌众我寡，只能求助我的分身大蛇了。大蛇，你现在在何处？别睡了，速速下山助我一臂之力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大蛇在这里对付狼群，我得想办法把狼群引开，不让马大伯和顾大娘受伤。裴大哥，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大家，我去把狼引开。哎，你一个人去啊？哎呀，村长，我这人命硬，死不了。沈金怀，你给我回来！吃鸡有什么意思？有本事吃我！不好，这些狼很聪明，留下了一头狼，仍继续盯着马家的鸡。马大伯，我最多给你引2只啊！清怀，我的援军到了。夫人呐，刚才是什么叫声？听起来那么吓人呐，比狼还恐怖啊！哎呀！夫君啊，我们今儿不会死到这里吧？不好好在山上待着，非要下山袭击人类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大蛇，帮我看着他们。那头狼呢？那头狼刚才听见那怪物的叫声，它吓得逃跑了。怪物？顾大娘，那是蛇，不是怪物。你是说，这里除了狼，还有蛇？秦淮呀，你怎么能招惹蛇那种东西呢？
他要是再回来怎么办？爹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那蛇就是沈清怀养的，他让那蛇几时来，那蛇便几时来。我看啊，这之后咱们村里要是走失了人口，8成就是被那蛇给吃了。这之后咱们村里要是走失了人口，8成就是被那蛇给吃了。刘田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！刚刚清怀为了保护我们，引开狼群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你现在说这种话，要不是他，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。村长，现在最要紧的呀，是确定那只狼跑没跑远。他要还在这附近，肯定还会继续袭击村民们的。清怀说的对，那条蛇暂时又没有伤害到大家，现在那头狼才是咱们真正的威胁，必须要尽快解决才行。但是，清怀呀，那条大蛇还会不会再回来呀？村长，那蛇呀是不会伤害村民们的。这样，你们在这儿保护大家，我去找狼。清怀，那头狼呢？这狼啊，已经被我杀了。村长，你可以告诉村民们，不用再为这个狼担心了。清怀，我们呢，相信你能杀死那头狼，只是你那条大蛇，你们还是不愿意放过它是吗？这条蛇昨天刚刚救过我们，如果没有大蛇，那3只狼根本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被杀了。现在你们仅仅因为它是一条蛇就要杀了它，你们觉得这公平吗？沈家小子，你可以问问大家，像咱们这种生活在山脚下的村民，哪一个小时候没有被蛇吓到过？那东西就是天生冷血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反咬一口啊？我可不想等哪天醒来，发现我们全村人都被他吞了。是啊，清怀，你马大伯他说的没错，那蛇再厉害，它终究是个畜生，那畜生怎么会通人性嘛？你留着它，终究是个祸害。你顾大娘说的也没错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也不是不感激那条蛇救了大家，只是啊，它毕竟是条蛇，还是一条能够轻易杀死一头狼的蛇。你说它万一哪天失控了，谁能控制得住它呀？你说他万一哪天失控了，谁能控制得住他呀？就算我说的再多，也无法打消他们的疑虑。毕竟不是人人都像裴大哥一样明辨事理。可大蛇是我的分身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自己救过的村民给伤害。如果你们真这么害怕，我可以随时盯着他，保证他不会伤害村民们。但你们如果执意要杀他，那就是亲手毁掉了一个帮助我们的伙伴。盯着他。沈清怀，那是一条蛇，它不是你养的一条狗，你能看它一辈子，说不定哪天它觉得你烦了，第一个就把你给吞了。如果你再继续挑拨是非，我不建议你可以亲自去试试。大家都先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这件事情毕竟是关乎着村里的安危，不能草率决定。既然大家都商量不出来什么结果，不如这样，咱们按之前的提议举手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样也显得公正公平吧。投票的结果很可能对我不利，但眼下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或许白石山村的其他百姓会对大蛇有更公正的看法。好，投票吧。你说沈家小子的蛇会被杀吗？不好说啊，看这阵势啊，多半是凶多吉少。毕竟马有田那张嘴呀，可没少煽风点火。乡亲们，在投票之前，我先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激动，毕竟这件事情关乎着大家的安危。清怀兄弟，别担心，我相信村子里还是有明事理的人的。沈清怀，到时候大家要是决定处死这条蛇的话，你可别说乡亲们不讲情面，毕竟这可是全村人的决定。不赞成大蛇留在白石山的人，请举手。清怀，你也看到了，不赞成大蛇留在白石山的人占大多数。那蛇就是个祸害，早该除了。咱们呢，这会儿就上山，趁它还没有伤人，赶紧把它解决了。
马大伯说的对，那蛇再厉害也是个畜生，我们可不能心慈手软。对，为了村里的安全，必须要除掉它。各位，你们非执意要杀他是吗？那条蛇昨天刚刚救了我们现在却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恐惧就要杀了他，这公平吗？公平？沈清怀，你别总拿这些话来压我们。蛇就是蛇，谁知道它哪天会失控，到时候遭殃的是谁？还不是咱们老百姓。就是啊！哎，大家冷静一点，秋寒兄弟说的对呀，那条大蛇毕竟帮过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裴大哥，你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，那条蛇现在能救人，明天就能害人。咱们要是现在不动手，以后死的可就是咱们家里人。咱们要是现在不动手，以后死的可就是咱们家里人。沈清怀，你凭什么拦着？难道你要跟全村人作对吗？你乞丐，你要是还当我们是相信的话，就听大家的。无论我说什么，都难以改变他们的偏见。如果你们执意要去，先把我杀了吧。沈清怀，你别以为装出一副悲壮的样子就能让大家心软。那条蛇可是关系到我们村子里的安危，你要是条汉子，你就别在这儿挡路。那条蛇我们亲自去解决。马有田，你看不惯我大可冲着我来，没必要用这种理由，别装模作样的说是为了村民们考虑。你敢打我？马有田，你要真想让我死，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。是你自己走上邪路，这是你逼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死了，不光大蛇不会放过你，公主也不会放过你。沈清怀，事到如今，那你还想着公主殿下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？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。冯村长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家清怀犯了何罪，让你们这般对待啊！清怀他娘，只要你劝清怀带着我们杀了那条大蛇，我就让有田放了清怀，这也是为了咱村子的村民着想。那条大蛇它本来就无辜，你们为何苦苦相逼？它救了咱们村那么多人，你们这是在恩将仇报。够了，少在这里花言巧语。你们这一家子就蛇鼠一窝，来，过来把他也绑了。你这些禽兽，把我娘放了！放开！哎娘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把我娘放开！沈清怀，事到如今你还敢威胁我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！沈清怀，你果然自知莫测，你竟然把大蛇调来了！若不是为了保护我和娘亲，大蛇也不会如此暴怒。哎，嫂子，麻烦把我娘送回家。你放心，我定会照顾好伯母的。沈清怀，你救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你救救我！今日之事若是处理不当，之后必定会留下隐患。只是杀人之举从不是我心中所想，但马有田必须受到惩罚。只是惩罚他的人不该是我。大蛇，先住手！马有田，我原谅你可以，但你必须带着你的人跟我娘还有跟裴大哥道歉。好，不然随时让你生不如死。我道歉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今日虽然逼得他低头认错，但这些人内心的恶意并未完全消除。不过眼下我娘还在昏迷中，我必须先保证娘的安全，其他的事情只能暂时先搁着。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好，我这就滚。嫂子，麻烦你把我娘送回家，别让她再受到惊吓。好，小心，小心。裴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裴大哥，你放心，等我娘病情稳定，我一定讨一个公道。娘，你醒了。清怀，我的好孩子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，有大蛇在，咱娘俩不会有事的啊。
可是马家人和村长不愿意放过大蛇，不如你想想办法，将大蛇转送到安全的山上，至少能保他一命。娘，那马有田那群人那么恶毒，就算我把大蛇送走了，他也会想办法害咱们娘俩的。所以该走的不是大蛇，而是他们。清华呀，娘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你也清楚，这村里大多数人已经被他们煽动，大蛇留在这里只会招来更多祸端。这次非得一把火烧了他们母子不可，不然这样下去，那大蛇迟早报复咱们。啊，对，只要他们一死，那蛇没了靠山，到时候看他怎么嚣张。不过这事儿得小心点办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是咱们干的。这个自然，这个自然。那等3天之后夜里，等他们睡熟了，咱们再动手，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。娘，您先休息，我去厨房给您做点粥吃。好。清华，你怎么了？娘，马有田他们打算3天之后烧了咱们家。什么呀，这是放火烧家？他们怎么这么丧尽天良，竟然连这种毒气都想得出来？哎呦，娘，您别害怕啊！既然他们这么恶毒，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打算将计就计，把事情闹大，让衙门的人来处理。这样啊，不仅能让马有田他们受到惩罚，还能彻底解决村子里的纠纷。可是清怀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万一失败了……哎呀，娘，您放心吧，啊，我都想好了。如果我们一再忍让，他们只会变本加厉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让马有田他们付出代价。清怀，今日上山打猎，记得早点回来啊！娘在家等你。放心吧，娘，我先去了啊。好。哎，慢点儿。甄清怀果然放松了警惕，今夜便是他们的死期。快进来！嫂子，马有田要放火烧我家柴子，我娘啊，先交给你照看啊。你放心，我定会照顾好你娘的。只是你独自一人回家对付马有田，未免太过危险了。是呀，放心吧，嫂子，我自有对策。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家，不然马有田会起疑的啊。娘，清怀啊。去，把这破房子给我收了！沈清怀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沈清怀，我就知道你很会演戏，不是什么好人。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马有田，你真以为你这点伎俩能对付得了我是吗？就你们4个都不够我大蛇塞牙缝了，怎么想试试吗？废物！沈清怀，你还别得意的太早。今天我还有帮手，你想知道是谁吗？清怀兄弟，对不住了。我虽然很看好你，但是有田的话说的也有道理呀。那条蛇终究是个祸害，我们不能让它留在白石山呢。裴大哥，就连你也……我已经和有田商量好了，今晚我们就先放火烧了你这茅草屋，你的蛇一定会现身救人。我们吩咐了小何，准备了雄黄酒，到时候
大蛇一来，一定能把它除掉。不要！大蛇，千万别过来！把他给我打晕！好，这下那条蛇就算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救不了你们了。哼！快快，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！不是，这酒怎么没用？我不知道啊，哥，我就是按你说的做的呀。废物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，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雄黄酒，而是我家的刷锅水。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帮你完成那恶毒的计划。哎呀，马有田，陪你演戏演半天了，现在咱俩该算总账了。沈清怀，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村里闹钟在的时候，我为村里做了那么多事。马有田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哪一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？你霸占村民们土地，欺压弱小，他们是因为怕你才不敢跟马家斗。如今你变本加厉要烧我屋子，还要害人性命，你觉得这些事情是你一句两句就能一笔带过的？裴大哥之所以愿意帮我演戏，是因为连你多年的好兄弟也觉得你该死。哎呀，大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裴啊，这清怀走之前，想让我拜托求你一件事情，他想让你陪他演一出戏。演戏？来，大娘坐下，我们慢慢说。好。大娘，清怀兄弟为何要突然演戏啊？小裴呀，你是有所不知，清怀在发现马有田的阴谋后，决定将计就计，抓马有田个现行。可是那马有田生性狡诈，定会留有后手。清怀是希望你能做马有田的那个后手。我还以为我最好的兄弟终于离家我了，我还以为我最好的兄弟终于离家我了。我没你这么心狠手辣的兄弟。沈清怀不就是成为大蛇的盘中餐吗？你以为我怕吗？好啊，既然他一心求死，那就成全他吧。清怀兄弟，我现在找人赶紧帮你把这火灭了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裴大哥，我想我也该换个环境了。清怀，玉离公主来了。公主怎么来了？清怀兄弟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我本来想去报官，结果在半路上碰到了公主，还有她的侍女小翠，他们向我打听你的事情。我看那公主气度非凡啊，于是我就将你的事一五一十的都说给她听。她听后勃然大怒啊，说一定要亲自为你讨回公道。清怀，玉离公主正在村长家等你，你快去寻她吧。沈公子，本公主今日前来是想亲口告诉你，本公主用了您给的野生蜂蜜，给父皇做了金桂蜂膏，他吃了之后龙颜大悦，让本公主请你到皇宫一叙。回禀公主殿下，草民只是做了草民应该做的事情，草民何德何能，劳烦公主亲自前来。沈公子这边见外了。另外，本公主今日还有一事要管，李太监，宣旨吧。是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白石山村沈清怀忠心为国，不辞辛劳，于寿诞之际献上珍贵蜂蜜，彰显民间赤子之心，特上1000两以资嘉奖，并昭告天下，以扬其德行。此外，经查，白石村马氏一族及部分村民履行不义之事，企图加害无辜，实属大逆不道，赐死马氏一族及其同党，一并惩治。村长冯氏未尽监管之责，革职查办，押入监牢候审。听此。饶我儿一命吧，我儿还小。公主殿下，草民儿子死罪，何苦连带着冯氏一族啊？吾儿已死，请公主开恩，饶我的小娥一命吧。尔等愚昧无知，仗势欺人，几次三番逼置他人于死地，如今东窗事发，还敢乞求宽恕？今日若不严惩，又如何对得起那些被你们欺压过的百姓？各位，请吧。父亲，父亲不要，父亲！公主殿下真是人美心善啊！是啊，要不是公主殿下，我们村还不知道要被马家欺负多久呢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日之事并非本公主一人之功，而是有沈清怀这样的能人异士挺身而出。他心怀善念，不畏强权，为村子除去了祸患。你们应该感谢他，敬重他，而并非只将目光放在本公主的身上。清怀这孩子就是不错嘛。清怀这孩子真是好样的，以后咱们村的日子总算能太平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些年村子里虫灾不断，又有那马家人发了疯似的要杀人，哎呀，搞得村子里乌烟瘴气的。幸亏有沈清怀兄弟哦，还有他的大蛇，这才让我们免受了马家人的欺负呀。沈公子，你可愿带我去见见你说的那条大蛇？我很好奇，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英雄。公主殿下真的想见他？我那大蛇虽然温顺，不过体型庞大，恐怕惊扰到殿下您啊。无妨，若本公主连这点胆量都没有，今日便不会前来。公主殿下，山路难走，公主殿下当心脚下。多谢沈公子提醒。天哪，这世间竟有如此美丽的蛇，难怪沈郎能跟她成为好朋友。沈郎，我果然还是有点怕。公主殿下，你刚刚不是说不怕吗？沈郎，你取笑我。大蛇，别靠公主这么近。你们先退下吧，我与沈郎要单独说话。殿下，这不合规矩。你且退下，我自有分寸。是。大蛇，这位呢是我的朋友，专门来看你的，你可以表现得更有善些哦。他果然通人性。沈郎，谢谢你带我见了这么神奇的生灵。其实啊，这个大蛇一直都在守护这里，只是很多人不了解他罢了。沈郎，你是一个特别的人，不止大蛇，就连这片土地，也因为有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。公主殿下，你这是……怎么，你觉得本公主唐突了？可本公主只是想表达谢意。沈郎，别忘记我们方才的那个吻。草民不敢忘，只是草民身份卑微，怕是承不起公主这份情谊。身份又如何？在我眼中，你便是你，与那些虚名无关。若有朝一日，沈郎约入朝为官，本公主定全力相助。毕竟像你这般心怀苍生之人，实在难得。
公主的好意，草民心领了。只是草民不擅长文采，更擅长打猎，怕是要辜负殿下的好意。也罢，既然沈郎心意已决，本公主也不强求。只是日后若有需要，可随时来寻我。无论天涯海角，我都会记得你。公主殿下该启程了。哎呀，秋怀兄弟，被公主殿下看上，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啊！你竟然不稀罕？可是，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这马有田烧了你的茅屋，那里可住不了了呀。烧了也罢，正好借此机会把我娘带到城里住。啊，可是这一走，这大蛇只能留在白石山，恐怕很久都见不到了。哎呀，青怀兄弟，这个放心，等你在城里安顿好之后，随时可以回来。哎，大蛇，这是在安慰我。哎，原来你早就知道我要走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舍不得你。从今以后，我的生活将彻底改变，而我的分身大蛇将继续代替我守护这片山林，就如同过去一样。你是想带我去什么地方吗？你是想让我用这株灵芝迎娶公主？哎呀，大蛇啊，圣上啊是不会把玉离公主嫁给我这种乡野村夫的。沈郎，你是一个特别的人，不止大蛇，就连这片土地，也因为有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。公主殿下，你这是……司马，你觉得本公主唐突了？可本公主只是想表达谢意。连你也看出来公主喜欢我。我并非没有察觉玉离公主的情意，只是我与她的身份悬殊如同天堑，让我始终不敢多想。大蛇，就算公主对我有情，圣上也不会应允的。在那朝堂之上，联姻皆为权谋，哪是我这种乡野村夫能卷入其中的呀？不过你说的对，有了这株千年灵芝，迎娶公主也不是梦啊！哎呀，大蛇，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我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各位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我跟我娘还会回来的。是啊，乡亲们止步，大家保重身体啊！秦淮呀，你这一走，咱们村里可是少了一个顶梁柱呀！就是，你们娘儿俩去了城里，可千万别忘了咱们这些乡亲们呀。城里人复杂，你们凡事都留个心眼儿。青淮兄弟，村里的事儿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我们。况且你的大蛇也在，他现在可是咱们村的镇村之宝啊！各位的好意我都记住了，等我跟我娘在城里安顿好之后，我会给你们写信，告诉你们我跟我娘的近况。青淮兄弟，这是我娘昨日连夜缝制的护身符，说是能图个吉利，你带上吧，保个平安。谢谢你啊，刘东哥，也替我谢谢你娘。哎，这份心意我会永远记下的。青淮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启程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大蛇，我们很快就会重逢的。恭喜沈公子乔迁新居啊，马上就要成为圣上的驸马了呀！哦，真的假的呀？那沈公子岂不是前途无量了？沈公子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乔迁之喜！哎呦，这宅子可真是气派啊！
以后在这城中定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我们这些老朋友啊，就等沾你光了。哎呀，李公子言重了，我这是运气好，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。哎，客气客气。请坐，请坐。快坐吧。哎呀，这房子虽大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咱这房子呀，需要一位女主人。秦淮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为自己考虑考虑婚嫁的事。您还等着日后抱孙子孙女呢。公主驾到！沈郎，本公主今日特地前来，是有一事相问。公主请说。沈郎，如今你已搬到城中居住，你我不过半城相距，可是我总觉得一日不见君，如隔三秋。不知沈郎可愿接我相思之苦，做我的驸马？草民何德何能得到公主如此厚爱？草民虽出身卑微，但也懂礼义廉耻。若无聘礼，怎敢谈论婚嫁？沈郎何必拘泥这些俗礼？只要两心相悦，又何须外物点缀？公主殿下，这便是我那傻儿子特意为您准备的聘礼，说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宝物呢。公主殿下，这株灵芝既是我的心意，更承载着我的诺言。从今往后，我会采到更多的药材，赚更多的钱，让公主您呢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把殿下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沈郎说以后要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可莫要食言啊。哎呀。